大家好，我们是台北新剧团，我是蔡岳勋，我是高浩君，我是徐彦凯。今天让我们来介绍京剧的符号——旗子。Hello， 我们来介绍一下京剧符号旗子。那为何要用旗子来代表呢？其实啊，京剧意象化的舞台上呢，我们直接用旗子上面有什么东西来代表它所要产生的人事物。所以我们先介绍车旗，请大家先看。我们的车旗上面就有两个大轮子，两个轮子，然后前面不管是马匹在拉，或者是人在拉，所以我们就用旗子上面画着两个车轮子来代表我们是一部车。请皇嫂登车。第二个，我们要介绍大都旗，我们也可以叫大刀旗。好，各位看哦，大都旗上面呢，我们又会有一个孟字跟一个鹤字。孟字就是代表他名字的第一个字，鹤字也一样。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叫孟海公，那为何大都旗要这样呈现呢？想着千军万马当中啊，你会看到人山人海的人，可是你看不到将军在哪边。在举高，同时将军在那个地方，他在旗子底下，所以大家都看得到大将在那边。第三个，我们要介绍的是标旗。大家请看哦，这个很可爱的小标旗。好，你看我们的大都旗代表我们的将军，那小标旗代表什么呢？就是小士兵，对吧？一样，它的旗子跟大都旗只是缩小，但是它没有名字，所以士兵是不用名字的。所以我们在传统舞台上啊，我们的标旗一堂是4个人，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只是做代表，所以其实我们一堂会有4个白标旗或4个红标旗。再来介绍我们的飞虎旗。顾名思义，飞虎旗上面我们有一只飞虎。好，当没有飞虎的时候啊，这个地方是白色的时候，我们称为月华旗，这样子哦。那飞虎旗用在什么地方呢？神怪戏居多。就是代表他是有法力的人物要出现的那一刹那，我有一个飞虎旗，这样飞跃，然后有一个神仙飘出来或飞出来。
再来介绍我们的水旗子。水旗很简单，代表水。为何它们要抖？我们在旗子上面有一些水的图腾的存在，可是当我们不抖它的时候，其实就没有想象到水会有流动，会有大海的波涛汹涌。所以其实我们在台上，我们用抖动的方式，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水正在流动，正在流动。水旗子我们波涛汹涌哦，我们有陈述化动作来代表，请看。再来，我们介绍我们的风旗。风旗顾名思义，我们有水旗是蓝色的，那风旗自然而然就代表一阵风。所以其实简单来说哦，请我们的演员从我前面经过一个圈圈走，经过一个圈圈了。请我们的演员从我面前刮去一阵风。我的演员这样，就代表一阵风经过，意象化的表演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介绍我们的蜘蛛大旗。漂亮，精彩的演出。你看看哦，我们这个大旗上面这个大蜘蛛，那展现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我们京剧有一句目叫盘丝洞，等于说是蜘蛛精要去吃唐僧的故事。其实，那大蜘蛛旗其实就代表蜘蛛旗的蜘蛛网，就是蜘蛛网的意思。这样子，好，这么大一个旗子，你想象一下哦，如果把这么大的旗子，你把它全部是蓝色的，没有任何图案，其实我们可以变成是大旗，蓝布大旗。那以刚刚前面介绍的小水旗啊，那个大蓝旗、大水蓝旗，就代表是更大的波涛汹涌。好的，再来我们介绍靠旗。什么叫靠旗呢？我们先看，我们有个将军出现先来，这是我们的练功靠旗哦。通常我们舞台上演出的时候，我们的旗子上面啊，你看现在会有金钱出现，这样一个很朴素的图案。那通常我们演出的时候，我们的图案会更夸张，比如说有金线啊，或有龙有虎的，意思如此啊。靠旗呢，代表着我的元帅要出兵打仗的时候，我会写什么？我会写军状，然后发布我的军令的时候，那以将军来接，对不对？所以意象化哦，我们把4支令箭插在身上，就出现我们将军会身背4支靠旗，这样子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呢脚蹬我们的后顶。那为何脚蹬后顶呢？其实
在演出画面当中，我们的观众会从下往上去看我们的演员。那其实我们穿了厚底之后，我们的整个人会拉长更多，人高马大，再加上我们的四肢靠齐，加上我们一身不管是什么颜色的军装的时候，它会显得更威武。参见元帅，众位将军稍我礼。啊！刚刚前面有介绍我们的盘丝洞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盘丝大仙就是我们的蜘蛛精，来，请。蜘蛛精，我们也用靠旗来代表，可是其实它的靠旗不是军令哦，它的靠旗等于说它是4只脚，这样，所以它的4只脚，再加上本身我们人类的4只脚，其实我们就是8角蜘蛛，这样子。所以你看我们的靠旗上面就有一个蜘蛛，对，蜘蛛的出现，这是我们的设计。感谢大家支持我们台北新剧团以及酷云剧场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拜。